家好，欢迎来到1.5版本闪耀的此刻前瞻直播现场，我是编剧春饼。各位神将们好，我是编剧嬷嬷。俗话说今年是金年币，但有人承诺会给我一份大礼，我怎么还没有收到？你说的这个人不会是药佳音小姐吧？当然，我们可是一起打过 VR， 一起躲过黑衣人，一起过了生日。他最近在忙什么？给他发悄悄消息也不回复。你没有关注最近神网上的消息吗？新爱都最璀璨的歌星药佳音，她的个人演唱会已经官宣定档了，宣传海报几乎挂满了整个城市，全丽都在期待这场演出。哇，好期待啊！正好我这里有个视频，一起先来看看吧。Welcome to Starloop Tower, my esteemed guests. Or should I say, Faithin. Please, make Fairy help me score those tickets. They're nearly impossible to get. What's the theme for your New Year's concert going to be? A tribute to Mr. De Winter? The theme is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the astronomical moment. As we enter the new year, I hope everyone will be able to grasp their own moments of Astra Yao, do you really think you belong here? You're nothing but a puppet controlled by Denny's. Is the concert starting? Let's make a grand entrance! That won't stop me! Little by little, using the purest melodies, I'll captivate the world! My music is just my music. If only the world were really that simple. You, all of you, you are murderers! It was you all of you who drove to his death! Today, we're gonna show everyone how the false idol's halo got torn apart! The only thing we can hold on to tightly is the present. But fighting for you, I've never hesitated. Nothing slips through my defenses. Every era needs its own songstress. People place all of their hopes in her, and she must bring them hope. Open the curtain, so hearts have no more divides. Let everybody's voice be heard, echoed, resonated, and stitched together into the most powerful melody in New Eridu. 5, 4, 3, 2, 1. The band brew is a year-like tradition. And once it's over, the new year starts. Changing is tiring. Can you help me next time?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holds, no matter what future you want, promise me. Just remember my smile, okay? Happy New Year. This year, next year, and every year. 哇，好精彩的 PV 啊！话说，嬷嬷老师，在过往剧情中，我们和佳音虽然有过交集，但还没有深度接触过。可以介绍一下这位心爱丽都的歌后，有暂时还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面吗？当然，佳音作为新爱丽都最耀眼的明星，被称作是舞台上的女王，但其实私下里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她喜欢各种闪亮亮的东西，会把那些东西都堆在家里，非必要不外出，就是这么蹲守在自己的宝库里进行音乐创作。因为他衡量物质的标准并不是价格，而是价值，所以他留在身边那些不舍得蒙尘的物品，都会成为他创作的灵感和动力。听起来很像是小鸟为自己筑巢呢。不过佳音这样的终极 P 人还能保持1日3餐，按时出席各种活动，多亏了伊芙琳在他身边。刚出道时的佳音虽然会出席许多社交场合，但她像是被丢入名利场的孩子。直到伊芙琳的到来，现在的佳音才得以有一小片空间做真实的自己。不过他们的关系是双向的，伊芙琳也因为佳音而体验到何为生活。
毕竟伊芙琳曾经是一位几乎没有物欲的人，生不该来，死不该走，这8个字已经可以完整概括她以往的人生经历。遇见佳音后，虽然伊芙琳对外的身份是保镖兼助理兼经纪人，不过私下嘛，他们2人已如家人一般。不如说，有了佳音，伊芙琳才第一次有了家。母墨老师，这样人生大相径庭、性格迥异的2人，究竟是在什么契机下相识的呢？他们之间一定有许多温暖治愈的过往吧？温暖与治愈是一定有，但也会伴随着泪水与成长。希望大家也能在新年里，在重要的人的陪伴下，一起分享闪耀的此刻。在新年之际，佳音的个人演唱会也将拉开帷幕。此次演唱会对于佳音来讲也是较为特殊的一次，因为她将站在自己向往的歌者幽兰蒂文特所站过的舞台为大家献唱。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歌姬，既然要站在舞台的正中央，那么也会不得不面对台下的阴谋与试探。没错，粉丝们的热爱、资本的裹挟，以及神网论坛潜藏的恶意，这一切交织成复杂的风暴席卷而来，将佳音推向风口浪尖。想要收获大家的爱，怀着这样赤子之心，佳音一路走到聚光灯下，成为丽都最闪耀的明星。然而，这份初心在风暴中是否能依然纯粹？要知道，大人的世界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一次的演唱会不仅是佳音的舞台，也是她的战场。与神将的相遇、伊芙琳的守护和幽兰遗作的出现，都将成为她突破重重阻碍的关键。总之，请大家期待耀佳音在新环舞台上为大家带来的新年演唱会。提到新环，作为此次版本故事发生的舞台，它其实是一个构造极其特殊的电视卡演播厅。其舞台主体为多层圆环嵌靠，当舞台升起，圆环构造如星轨般将主舞台包裹。聚光灯下，站在中心的歌者将如最耀眼的一颗星辰。舞台外围配套包含 VIP 包厢、中控室、休息区、签到厅等区域，每一个地方都是适合偷听八卦的第一现场。届时，各位神将可在其中尽情探索。另外，我们后续也会推出不同的短片，为大家展示佳音的过去以及她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除了在舞台上魅力四射，佳音也能在战斗中通过她的歌声鼓舞队友，给予他们力量。没错，作为以太属性支援代理人，当佳音进入咏叹华彩状态时，一场小型的演唱会便拉开了帷幕。小队会受到鼓舞，享受各种由耀佳音技能带来的增益效果。首先，不同于其他代理人，无论能量是否足够，佳音都能通过点按特殊技进行快速位移，并发动正音攻击敌人，进入咏叹华彩状态。该状态下，佳音为全队赋予伤害提升的效果。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佳音会站定在麦克风前专心歌唱，无法移动哦。但不用担心，面对危险，佳音仍然有所感知，会用曼妙身姿轻易步伐。哇，不愧是女王大人，在歌唱时闪避敌人的攻击，还能有如此风范，大明星就是大明星啊！佳音进入咏叹华彩状态后切换代理人，她还会持续驻唱，同时获得无敌效果。没错，配合着伙伴们在前台的演出，佳音在身后也会用歌声为他们加油。同时，长按特殊技，佳音进入咏叹华彩状态前，还会进行蓄力，对敌人发动多个阵音。此时切换代理人呢，将消耗和弦，并获得攻击力提升的效果。真的是静听佳音了。也就是说，在能量管理合理的情况下，佳音能长时间驻唱，并为前场队友提供各种增益效果。是的，但是再美妙的歌曲都终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长按普攻，让佳音退出咏叹华彩状态。另外，我们女明星的歌声还能疗愈听众。具体到战场里，则是能为队友恢复生命值。释放终结技，佳音奏响翩翩仙仙，一展歌喉。此时，佳音进入咏叹华彩状态，用歌声引导能量攻击敌人，为全队恢复生命值。而接下来的2次快速支援，也就是切人，出场角色会直接释放连血技，对敌人造成伤害。在大明星的卖力演出下，大家也都鼓起劲来了呢。那让我们来看看实战中的佳音会如何表现吧。进入战场，我们先长按特殊技，让佳音进入咏叹华彩状态，奠定本次表演的主基调，再切换代理人，赋予其强化效果。当能量充足时，释放终结技，佳音为全队恢复生命值，而后切换至前场的2个代理人，将相继发动连携技攻击对手。
好的演出总归是需要各方配合，此次表演便由佳音、辛静雅、岳晨柳联袂奉上，相信敌人一定很享受了。用歌声传递理解与共情，用音符消除误会和偏见。越是了解佳音，越觉得喜欢她是值得的。妥妥的，我们的佳音可是人美歌甜，追她没错的。如此纯美的歌声离不开骑士的守护，另一位保镖小姐也快介绍一下吧。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下 S 级火属性强攻代理人伊芙琳的技能。作为一名战力超绝的保镖，伊芙琳可施展精妙的体术，发动至多5段攻击，造成物理伤害与火属性伤害。第5段攻击命中后，伊芙琳会使用月辉丝弦链接敌人，进入牵缠禁制，暴击力提升。除了普攻第5段之外，使用特殊技等技能也都可以让伊芙琳进入牵缠禁制状态。此外，伊芙琳发动招式对敌人造成伤害时，可累积燎火。在牵缠禁制状态下，当击打了足够的燎火，长按普攻可以释放出总计2段的绞勒式。伊芙琳在此时牵动手中的丝线，在空中划出完美弧线，近身对敌人造成伤害。这动作真是柔中带刚，不得不说，保镖小姐的花样是真多啊。不过，优秀保镖的看家本领肯定不止于此。每当伊芙琳释放一次绞勒式时，可获得1点燎锁点。当击满3点燎锁点后，发动绞勒式，伊芙琳会消耗所有的燎锁点，并改为释放连携技，引爆前方范围，造成大量火属性伤害。丝线交织，串戏了吧？此外，这个额外的连携技除了无需通过其他代理人连携触发之外，与普通的连携技拥有同样的伤害与无敌效果。在牵缠禁制下，点按特殊技或强化特殊技，伊芙琳以被牵缠禁制的目标为中心，牵引周围敌人并引爆，然后会退出牵缠禁制，并造成火属性伤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恰当的时机发动技能，还可以对敌人的攻击进行闪避。闪避成功时，可积累大量燎火。真不愧是有手段又有能力的万能经纪人。另外，伊芙琳在牵缠禁制下切回后场时，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她会额外释放一次特殊技数列式1型，退出此状态后才会退场。那现在我们进实战看看。伊芙琳上场后，使用特殊技进入牵缠禁制，通过不断的攻击累积燎火，并发动绞勒式，积攒3个燎锁点后，触发连携技，造成大量伤害。没错。此外，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灵活利用伊芙琳的牵缠禁制，切出其他代理人对敌人造成属性伤害的失衡值积累。释放终结技，伊芙琳脱掉风衣，进入焰舞觉醒，获得1点燎锁点，且持续拥有至少1点燎锁点，直至战斗结束。也就是说，可以更快地攒满燎锁点，更高频地触发连携技了。不仅如此，在焰舞觉醒下，伊芙琳再次释放终结技时，终结技动画将在战斗结束前全部变为焰舞觉醒的新版本。看来风衣真的是限制了保镖小姐的出招速度呢。是的呢，不过有明星有保镖，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那当然是举着相机的小帮部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新帮部咔嚓仔的抓拍技巧。在战场摆弄调试完专业设备后，咔嚓仔就会开始留心每一个值得捕捉的瞬间。当代理人进行精彩操作时，咔嚓仔就会按下快门，用相机记录下此刻。发动连携技时，咔嚓仔会以最敬业的姿态突入战场，用闪光灯对敌人造成伤害。这可是字面意义上的闪下生眼了。是的，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该给大家呈上我们的福利了。兑换码堂堂登场。
回来。既然新代理人和帮部的信息都已揭晓，那调频信息我们也该告诉大家了。没问题。在 1.5 版本的上半期，神将可以通过独家频段千千雀音和殷勤频段喧哗奏鸣，获取限定 S 级代理人耀佳音以及 S 级殷勤玲珑装匣。干明星就是闪亮亮、华丽丽的，连殷勤都这么好看。没错，下半期则迎来了伊芙琳的主场。神将们可以在独家频段光与影的纱网和殷勤频段喧哗奏鸣中获得限定 S 级代理人伊芙琳以及 S 级殷勤心弦夜响。至深至纯有一个诞生，当然一定会伴随着触动心弦的时刻。能拨动心弦的，除了歌声，可能还有一份热诚。没错，具体信息我们就不再赘述了，还请大家在新版本的故事内发掘。同时，为了神将们能更快地获得之前推出的代理人，我们在 1.5 版本会复刻爱莲、青衣以及对应的殷勤卡池。爱莲及殷勤深海访客的调频频段会在上半开放，青衣和殷勤玉壶清冰则会在下半。神将们可以按需选择抽取心仪的代理人。另外，此次版本期间也将开启代理人密文，我是爱莲，在忙，有事留言。在过往的剧情中，爱莲和神将在黑暗中一起穿越巴莱大厦，用一整日的时间共度翘课时光，也曾在某个深夜的街头闹出乌龙，又别扭地说出谢谢。她是维多利亚家政的代理人，却也是60分主义的校园少女。此次剧情中，神将将接触到爱莲与学校朋友相处的那一面，也将帮助爱莲在朋友面前掩饰代理人一侧的身份。如果爱莲的身份在朋友面前暴露的话，她的校园生活不会就要……我只能说，少女之间的友谊本就是用一个一个小秘密交织勾连在一起。总之，也借用此次代理人密文，祝愿神将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常有一位或几位挚友相伴。我的朋友，我会无条件赞同你的一切，包括你隐瞒的秘密。你就是你，无所谓秘密与意义。说到秘密，我们的 S 级帮部咔嚓仔听说来历也不小。能在战场拍照的帮部，那当然是大有来头。在新版本内，神将们可以在帮部频段内指定其为 UP 帮部进行抽取获得。在新版本内，我们也有新头像可以获得，这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好耶！另外，随着新代理人上线，还有对应的信赖事件。那岂不是满足条件也可以解锁他们的密友同行，对耀佳音和伊芙琳进行邀约？是的，那可太期待了。说到信赖，我们也来看一下满足相应条件能解锁的动态壁纸，一睹大明星与干练女宝宝的芳容吧。既然是大明星，那当然会有多套时装用来应付不同的场合。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们之前在 PV 里看到的耀佳音，好像就是有穿着黑白相间的小礼服。爱莲和妮可的穿搭好像也和之前不大一样。这也是我们游戏内第一次出现代理人的新时装。在1.5版本，我们会上线女明星耀佳音的时装水晶灯下。爱莲的时装从周一到周五也会一并上架，在游戏内的今日穿搭商城开放购买。终于可以给代理人们换衣服喽！优雅的女明星，熟悉的校服爱莲啊，我都想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穿上时装的代理人们。而妮可的时装则会通过活动如愿璀璨之日限时免费获取，在后续版本中也会一并加入商城开放购买。等等，免费？哎，你别走呀！在接下来如愿璀璨之日中，会有更多消息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策划老师已经在隔壁等候多时了。听说这次的策划老师也是资深加饭呢。是啊，真的没有想到。大家好，我是加饭小外，我又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小鱼。接下来就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1.5版本的诸多活动玩法。
确实，我们的编剧老师上面提到的版本活动“如愿璀璨之日此次”也是同样发生在星环。听说在活动剧情中要登上星环舞台的是神将的好伙伴伊艾斯。没错，为了迎接新年的拓金日，纪念第一份萝卜诞生的日子，新爱丽都每年都会举办一场邦布选美大赛——丽都有部。在大赛中获得冠军的邦布会得到一项特殊的荣誉。好像我们的大明星佳音也很关心这场比赛哦。因为今年的冠军邦布将会作为佳音的搭档，和佳音一起点亮象征着新年来临的起岁灯。而佳音对于自己的搭档邦布，心中也早有布选。他为此专门拜访神将，宣言要和神将一起让伊艾斯成为今年的冠军邦布。原来如此啊，那看来这个冠军伊艾斯肯定是非拿不可了。要拿下这个冠军可不容易，邦布选手不仅要参加丽都有部中的选美比赛，还要邦布选美。邦布要怎么选美啊？听说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一个主题，神将们需要围绕着主题来装扮邦布，为邦布选择在舞台表演中使用的技能，艳压对手。听上去好像是斗舞。不如亲眼看看比赛现场。对手摆了一个 pose， 快想想，我们想出来的战术会显示在画面上方。轮到我们回合时，我们需要把战术通过按键传达给伊艾斯。如果传达全部正确，那么伊艾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不小心有错误，伊艾斯也会加油尽力表演。如果传达全部错误，那么伊艾斯会陷入混乱。这样看下来，邦布的选美比赛也是需要技巧的嘞。要获得丽都市民的喜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哦。你刚才说要赢得冠军，除了要参加丽都有部的选美比赛，还要什么东西来着？还是要参加马塞尔大冒险和其他邦布闯关竞赛，提升自己的人气。在比赛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不少熟人哦，甚至还有小道消息说赛场会发生犯罪。等，不能说了，再说下去要剧透了。这是不可以说的吗？那么 ES 的夺冠之路究竟会如何展开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活动有妮可的新装、狡黠甜心、菲林收藏品等丰厚的奖品等着大家。厄皮斯港最近也是因为一场钓鱼比赛闹得沸沸扬扬，据说有人在夜晚发现了灵光鱼的出没，他们的现身也引来了一大波钓鱼爱好者，所以钓鱼协会也趁着这波热度，在厄皮斯港举办了极钓大师赛的活动。毕竟物以稀为贵嘛，而且闯入决赛的参赛者还能够获得前往礁石岛进行猎钓的资格，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机会。而神将们也可以受到青衣的邀请，进行一场名为钓鱼的任务。前往厄皮斯港后，神将们可以在钓鱼点进行钓鱼。当然，钓鱼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技巧的，只有经历一番和鱼的激烈搏斗，才会有所收获。成功捕获的鱼类还会收集进图鉴里。不同的钓点和时间出现鱼群的概率也不一样哦。不过想要前往礁石岛，除了高超的钓鱼技巧，还需要灯塔指引。由于年久失修，现在灯塔还并不能正常工作。不过不必担心，灯塔的一个修复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一个进行。随着赛程的推进，灯塔也会逐渐恢复昔日的光彩。届时，神将们可以登上塔顶，俯瞰厄皮斯港的风景。在磨练钓鱼技巧的过程中呢，除了可以解锁更多不同的钓鱼点，神将们还会撞见闻讯而来的其他伙伴，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件。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青衣的邀请，总不免让人眉头一皱，感觉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确实可能是暗藏玄机，不过预知详情呢，那还是等比赛开启后再揭晓吧。可以告诉大家是这次极钓大师赛的奖励十分的丰厚，有活动限定的动态币值，此外还有菲林、调律教音器等奖励。对了，大家是不是都在家里电视机上看到过都市电玩节的广告呢？对啊，但之前几届的旗舰店都不在6分街上呢。这次就不一样了，让我们恭喜6分街金手指入选了都市电玩节的旗舰店行列。太好了，那这次大家就可以看到金手指的全新装潢，也可以参加节日特别活动了吗？没错，电玩节期间呢，神将们可以前往电玩店体验任意的小游戏，可以根据游戏表现获得一定数量的一个兑换券。此外，完成节日期间的特殊任务也会有兑换券的一个掉落。我要用这次全新的兑换券把奖励通通拿走。真假？你这个水平嘛？什么意思啊？没有。那我还是来说一个正经事吧。神将们需要注意，每天通关小游戏获得的兑换券是有上限的，记得要来电玩店玩哦。此外，借着电玩节的开启，我们也优化了各个街机游戏的玩法入口。1.5 版本后，所有单人玩法和联机玩法将分别收录，方便神将们寻找。既然是电玩节，还有没有其他更刺激、更好玩的体验？
想要更刺激的体验，那在电玩节上新的街机游戏25马赫一定可以满足你。这个名字听起来充满了速度与激情啊！的确，在25马赫中，神将们可以驾驶自己心爱的载具驰骋于赛道之上，在限定时间内前进的越远，就能获得越高的分数。但是要小心，赛道上会出现障碍物，若是撞到它们，则会提前结束游戏。除了障碍物呢，我们还要看到赛道上有其他道具是可以拾取的，有些可以让载具加速或减速，有些也可以延长时间。拾取到一定数量的道具，还可以进入一个无敌的模式。是的，而且随着游戏推进，神将们达成一定条件后，就可以解锁新的载具了。不同的载具有不同的属性和特性，例如这个飞船载具，它会有一套全新的移动方式，充分发挥载具的特点，向着更高分数冲刺吧！总的来说，25马赫也是一款轻松愉快的轻度小游戏，和蛇对蛇、噬魂犬类似，可以随时随地的开上一局哦。新的街机游戏已经看得我指尖冒汗了，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没有能和朋友一起玩呢？就等你们这个了！万众期待的联机小游戏《怪奇旅伴：异梦同游》也将在电玩节开始后正式时装，终于要来了！选择该模式的怪奇旅伴，神将们就可以匹配其他玩家一同进行游戏了。在联机模式下，游戏将不再有难度选择，且在战斗中，每位玩家拾取的金币会被联机玩家双方共同积累。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我获得了5个金币，你也获得了5个金币？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此外，联机玩家将共享商店，购买旅伴和道具时需要多多规划和分配资源哦，这样才能让团队的战斗力更强。联机模式下还有很多有趣内容比如说你可以击飞你的队友，更多乐趣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探索吧。真是好期待啊！那除了新的联机玩法，怪奇旅伴还有其他的更新吗？有的。首先，我们根据神将们的反馈，调整了许多探梦者和旅伴以及遗物的平衡，整体提升了游戏体验。同时我们也下调了前期关卡难度，并让后期关卡变得更有挑战性了。这个还挺好的，不仅让神将的前期游玩体验变得更好了，也鼓励大家更注重游戏的一个资源分配。另外，在通过最高波次并获得特定遗物后，神将们可以开启无限波次挑战，无穷无尽的梦魇将会袭来，努力活下去吧！这下街机高手们应该狂喜了吧？的确，由于我们对许多探梦者、旅伴以及遗物的平衡性进行了调整，过往的计分方式将不再适用，所以我们在 1.5 版本也会开启单机玩法下全新的怪奇旅伴排行榜，祝各位高手榜上有名。当然，过往版本的排行榜成绩也记录在册了，神将们可以随时查看哦。说起来，我刚刚看到你在怪奇旅伴中用的角色是妮可吧？被你发现了。电玩节开启后，包括哲、林和狡兔成员在内的7位全新探梦者将时装加入怪奇旅伴。同时，在 1.5 版本更新后，我们也会新增一些新的遗物和怪物，让游戏内容更加丰富。不论是联机还是自己玩，怪奇旅伴都那么有趣。这下感觉自己真的要住在电玩店里面了。其实除了你说的2种玩法，还有一种。难道你是说？没错，你还可以和代理人们一起玩。在电玩节开启后，代理人同行模式下的电玩店也新增了怪奇旅伴。不同的代理人也有各自的游戏偏好以及习惯比如说比利，他肯定会选择比利。更多有趣细节就等神将们慢慢探索吧。那介绍了这么多活动，是不是该给喜欢战斗的神将们端点料上来了？当然没忘，在 1.5 版本中，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拟真鏖战试炼的全新内容——鏖战高塔末路，全新的勋章、称号、头像、成就等待着大家挑战解锁。版本活动期间还有额外的限时奖励，与 1.3 版本上线的试炼内容有所不同。本次将以每10层为一个阶段，逐级攀登。在完成第50层获得全部等级的勋章后，依旧可以继续以10层为一个阶段向上挑战。那是不是说，假设我现在在69层放弃，可以回到的是61层重新进行挑战呢？没错，神将们可以重新选择出战的阵容顺序，并且代理人的所有状态即将回满。此外，本次我们在战斗前新增了一个环节，神将们需要在不同的词条环境中3选1，携带特定的战斗效果进入挑战。通关每层后，还可获得词条对应的奖励效果，带入下一场战斗。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的词条在提供增益效果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战斗情况灵活选择。比如这里，我们选择这个词条，极限闪避后进入极限视域，但同时弹刀也就是支援突击造成的失衡值会降低。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这样做选择，我们应该更多的使用闪避来进行战斗呢？是的，我们是这么鼓励的。通关后还会获得特殊的战斗效果，在下一层挑战中，守卫代理人在第一次使用终结技后，可以立刻再释放一次终结技。在每个10层的阶段中，我们会在前5层和后5层分别提供2套不同的挑战环境，配合不同的关卡，希望大家可以体验到多样的战斗乐趣。我们也会在战斗里看到过去几个版本中的新增的敌人，他们也会拥有第一期一样的一个魔杖化、云强化等机制。再补充一下，在50层之上，若神将不受任何攻击通关某层的话，将会获得该层独特的魔王奖章。哎，不是无伤，是不受到任何的一个攻击，听上去还是有些难度的。那想要追求极限的神将们，欢迎试一试。本次我们还新增了鏖战记录功能供神将们查看最近50层挑战的详细记录。希望大家在鏖战高塔末路中能够玩得开心。在后续版本拟真鏖战试炼中，我们也计划为大家轮换推出不同的战斗玩法，敬请期待吧。在高塔之外，6分街的日常也依旧丰富多彩。一位名叫希拉的少女拥有着奇怪的相机来求助。为了修好她心爱的相机呢，希拉提出一堆奇怪的一个要求。跑来录像店修相机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足够奇怪了，他还提了什么奇怪的要求啊？那就是带上相机进空洞里狠狠的咔嚓咔嚓拍一堆炫酷的一个战斗照片。在活动咔嚓咔嚓空洞记者中，神将们能够在战斗中使用特殊的一个战斗相机，咔嚓咔嚓按下快门，捕捉战斗里精彩的瞬间。每一关呢，挑战都会要满足不同的拍摄目标。战斗中每次拍摄成功后，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增益效果。完成活动可领取现实的奖励。欢迎大家到空洞里咔嚓咔嚓的不停。在空洞里边一边战斗一边拍照嘛，一定能解锁许多新姿势吧？提到空洞，让我们把目光再转移到斯科特哨站，仍然有许多游荡着的蚁骸在冲击着哨站的防卫线。应防卫军邀请，神将们将协助清除高威胁性蚁骸，守护哨站安全。是的，在1.5版本中，0号空洞迷失之地也将追加新的内容，首次开放祸首歼灭战的玩法。神将们需要使用指定代理人，利用官方组织提供的武备和明辉，合理利用战术去攻克强敌。本次呢，我们逐渐会开放爱莲、月城柳、新建雅、比利4个代理人的作战关卡，每个关卡呢包含2个难度，利用特定的专属明辉武备，可以操纵代理人打出特定的招式。活动期间还可以额外获得菲林等现实奖励，欢迎感兴趣的神将前来尝试。另外，我们的誓与防卫战、巨变节点和危局强袭战也在1.5版本中交替进行更新。那这次的危局强袭战会更新新的敌人吗？我已经等不及了。你别急，在1.5版本中，我们的老朋友死路屠夫也会与我们再见面。他怎么还有这种远程技能？好不习惯。打多了可能就习惯了。说起来，这次死路屠夫和我们之前接触到的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是恶名死路屠夫，大家挑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这是。虽然作为神将的事业欣欣向荣，但大家可不要忘记了，6分街上还有一份产业需要好好打理哦。那可是完全没有忘记呢，店里不是还有宣传员在帮忙招待顾客吗？只依赖宣传员可不行吧？作为店长，好歹偶尔也要亲力亲为。好吧，那神将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录像店的首位宣传员贺帝已经和副店长一起制定好了新的宣传计划，请大家移步热望角到 Random Play 的专属摊位上亲自招待顾客，按照他们的要求为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本日推荐影片吧。这真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活动上线后，我要马上出发。虽然我们的店就叫 Random Play， 但你要好好想，好好听顾客们的各种要求，认真推荐，不能随机选片。知道了。热望角的活动向来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除了贺帝和副店长，141杂货店的特聘宣传员思琪也觉得这是个好地方所以杂货店的新活动也准备就绪了。只需付出举手之劳就可以兑换丰厚奖励的神奇小单，它又来了吗？没错，这次的兑换方式会更加简单的。141的帮部们偷偷告诉我，他们的老板非常关心新爱丽都的环保问题，最近正在研究废弃电池再利用的途径。所以在活动期间，神将们只需要每天首次消耗电量之后，把自己获得的废弃电池交给思琪，就可以轻松兑奖了。对于家里养3只帮部和1只 Fairy 的神将来说，消耗电量实在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只要及时把废弃电池拿去热望角交给思琪，就能换到菲林，真的很方便哦。确实 ，Fairy 需要的电量可不是一星半点，特别是有求于他的时候，
这不是最近咱们的店长就遇到了大危机啊！适逢佳节 ，Random Play 也筹办起了一场好友聚餐。然而马上就要到约好的日子了，朋友们却一反常态，纷纷发来爽约的宣言。眼看到手的聚餐就这样飞了。什么？难道偶遇鸽子真的只能拼尽全力无法战胜了吗？哎，并非无法战胜，你的智能小管家 Fairy 会出手的。在活动美梦如约而至中，神将们需要赚取电费，让 Fairy 帮忙解决朋友们的烦恼，守护期盼已久的聚餐。完成活动可以获得活动的纪念照片以及菲林等奖励。看来这个家没有 Fairy 真的是得散了。区电费我充了。哎，并非区啊！至于大家为什么会齐爽约呢？就等到神将们自己去挖掘了。最后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双倍活动再次返场，实战模拟室、定期清缴的材料掉落都将迎来双倍的 up。神将们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材料进行获取。在 1.5 版本，我们的收藏品也迎来了更新，完成主线剧情闪耀的此刻，以及在如愿璀璨之日等活动中，均可以获得新的收藏品。3D 店铺也迎来了上新，神将们可以兑换心仪的潮流藏品，与已获得的藏品组合摆放。又可以对收藏柜好好打扮了，只是花费一番精力，可以摆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总是想……我知道，想分享嘛。在 1.5 版本，我们就新增了分享功能，神将们可以利用此功能记录当前收藏柜的状态进行保存，在移动端还可以分享到对应的社媒平台。哎，太好了，终于！同时，我们的往昔珍藏也一并新增了分享功能。哇，那这个是真不错呀！看我马上进行一手分享。话说 1.5 版本讲了那么多内容，是不是又该到了给那个的时候了？是的啊，虽然我也很急，但你先别急啊。听说振宇这次又给我们录了一段视频。哎，对了，1.4的版本上线后呢，我们项目组同时都在马不停蹄的进行1.5版本的研发。振宇呢，因为要和大家做最后的一个冲刺验收，实在是没有时间跑不开，所以呢，很遗憾今天没有来到这里啊。我们先来看看视频里他说了些什么吧。大家好，新的一年又见面了。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今天是来代表绝区零项目组再次对大家说一声谢谢。我们很幸运能拥有一群这么好的玩家，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建议，绝区零才能越来越好。在新的一年里，我向大家承诺，我们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和体验，也欢迎大家多提建议。不论掉多少头发，我都一定会和大家一起把绝区零做得更好。在新的版本里，大家即将与2位新代理人见面，因梦想歌唱而持续燃烧的人，因相信而选择赤诚勇敢的人，这样的人走到了一起，在新的版本里为大家带来一场盛大的表演。为了迎接耀佳音1月22号的演唱会，我们为神将们准备了签到活动。神将们从1月13号起可累计签到获得480菲林，同时在 1.5 版本还会有我们的老朋友上下半签到活动。神将签到可以分别获得10个加密母带和半部券。另外，为了庆祝拓金日，也就是今年新年的开始，我们从1月29号开始还会额外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签到活动，贺岁加1，神将们可以累计获得额外的10个加密母带。最后，再次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开开心心，万事如意，也希望绝区零能在新的一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在开发新内容的同时，我们也持续的在进行产品的调优与迭代。接下来，请大家一起看看 1.5 版本中即将上线的优化内容。首先来看看关于动态壁纸的优化。在新版本中，动态壁纸可以增加多个选项的模式，神将们最多可以选择5个动态壁纸随机展示。终于不用纠结放哪一位了，神将们当然是全都要。此外，除了代理人动态壁纸之外，也可以在新增的丽都掠影夜签中选择活动，获取动态壁纸进行展示。记得这次版本的新活动里就有壁纸奖励，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此外，我们还优化了勋章的展示方式，神将们可以自主选择需要展示的勋章，以及查看获取的途径。哎，那个太好了！等版本更新后，我要赶紧挂上新的勋章，以正强者之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 1.5 版本中，我们的称号也会有新的一个更新，神将们满足对应的条件即可获得最新的称号。接下来看看有关战斗玩法的优化。在 1.5 版本中，我们对恶名狩猎的挑战体验进行了一个简化，玩家进入关卡后不用再去打第一波的敌人了，而是可以直接面对强敌进行战斗。
其实啊，我记得 1.4 版本更新的深轨关卡已经是可以直接进去打大 boss 了。没有错，在新版本里面，我们会完成其他4个关卡的简化，为大家减负。是的，从此神将们要获取相应的材料，不需要再花多余的时间在前置 boss 上了，能直接和大 boss 开战了。在养成方面，我们也在持续进行优化。1.5 版本中，我们新增了可以自定义特训方案的一个功能，神将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需求进行一个更加自由的设置，打造会自己适合的一个特训方案。在代理人特训方案的设置中，除了官方提供的2套的一个方案，我们新增了第3个自定义的选项，可以对代理人和他自己的装备的阴晴进行一个等级设置。这么说，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并且根据情况随时进行调整了。对。此外，也可以针对每个技能的提升等级进行单独设置。确实，有些技能我想要优先提升，有些呢晚点也可以，这样就可以适度的去打材料了。驱动盘的方案自定义中，神将可选择最多3套驱动盘作为套装方案，每个分区的主属性方案也可以分别设置。全都可以个性化设置，真的不错。欢迎大家来定制属于自己的特训方案。这次我们针对电量系统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在神将需要恢复电量的时候，会优先展示储蓄电量并默认选中。毕竟储蓄电量有储蓄上限，早点消耗就可以早点开始储蓄新的电量了。没有错。此外，当神将在任意出战界面唤醒储蓄电量的使用弹窗后，兑换数量将默认展示为当前所需要补足的一个电量，也就是说，作战所需电量减去当前的一个电量，一步到位，省去了需要手动调整数量的步骤。现在只需点击确认就能补足电量，进入战斗啦。除了电量之外，针对养成材料的合成分解，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迭代。此前我们上线针对一个材料跨级的合成分解的一个快捷转化弹窗功能，一个弹窗就可以满足神将们的一个需求。这个真的很好用哎，少点几次按钮真的很方便我这种懒人。这次又会有什么新的相关的优化会端上来呢？这次呢，我们会进一步的进行优化，针对相邻层级的一个材料合成分解也加入了这个功能。也就是说，满足对应条件时，即使相邻层级材料合成分解，也可以使用一个弹窗来解决了，不用再优先先跳到一个道具处理界面了。真的很不错。只要是玩家的反馈，并且真的是能够方便玩家的，再小的优化我们都会持续进行下去的。说完养成材料，我们再来说说驱动盘。这次我们还优化了定期清缴中驱动盘奖励的展示方式。这里啊，我之前觉得有点麻烦的是，需要点击某个关卡才能看到它的掉落是哪些驱动盘，而且关卡很多，往后还要翻好几下。这些反馈我们也都收到了，为了大家能够更加方便快捷选择需要的清缴的关卡，我们在 UI 展示上面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在每个关卡上增加对应驱动盘奖励的一个图标，也会微调一些 UI 的动效，希望可以更加直观的让神将简单快捷的看出要打哪一个然后进去打就可以了。确实是更加的一目了然了，再也不用挨个去点了。除此之外，我们还优化了使用维多利亚家政券进行扫荡后的奖励结算界面。通常我批量扫荡之后，这里会显示出很多的驱动盘。为了方便大家的操作呢，在新版本中，神将们也可以在结算界面中直接的去查看驱动盘的详情，并且在驱动盘标记锁定或者弃置了这样的事情。这么细节也迭代啦？只能说是要提升神将们的体验，我们都会用心去做的。获得驱动盘之后，自然是要为心仪的代理人挑选合适的驱动盘进行装备啦。没错，新版本内在代理人装备界面，神将们对驱动盘根据套装进行筛选，套装的排列顺序将与音像店的音轨设定及图线内出现的顺序保持一致。最近加入驱动盘套装的都会显示在左上角。你不说我都没有注意到，不过确实改了之后，整体的呈现会更直观一点。是的。此外，神将们对驱动盘进行筛选，主属性词条的选择将会分区，分代理人进行保存。那也就是说，现在配置驱动盘时筛选了对应的主属性词条，选择其他位置的驱动盘，首先它不再会用前面选择的主属性词条进行筛选喽。没错，其次就是对其他驱动盘进行主属性词条筛选后，都会进行相应的保存。神将们进行多次对比，为各位代理人的各个分区挑选合适的驱动盘。
每个代理人的每个分区的主属性筛选逻辑都会进行一个保存。虽然已经有了一键装备功能，但对于我这样想要把手上合适的驱动盘精打细算分配给各个代理人的玩家，确实会方便很多呢。是这样子的。引擎的展示逻辑我们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当使用等级进行排序时，在同等级的情况下，引擎的展示顺序将由原来的星级优先改为了一个稀有度的优先。这么调整之后，我看到的前排引擎都是我最稀有的，高兴但稀有度低的引擎不再会混入前排了。这个调整真是太有用了。是不是还忘了有什么没有说？有的，毕竟是演唱会，怎么能少了歌曲？要佳音和依附林的个人曲，我们也已经在筹备当中，将于近期上线。这次我们也是先带来了一小段试听片段，和大家一起提前感受下。幻覺會退去，若感到累，那就回味我創作譜寫的魔法之旅，一點點堆積，沿街的風景，唱着跳着說着細心編寫，遊歷過程太動聽。不愧是新爱丽都最耀眼的歌星，期待早日听到完整版。时间过得真快，本期前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伴随着拓今日的结束，新爱丽都也将迎来新的一年。那些我们曾短暂相遇或擦肩而过的人，会在某一日重逢。那些已与我们相识的代理人自己隐秘的过往，也终将与我们诉说。新爱丽都舞台上的故事不会落幕，新的一年也请各位神将多多关照，多多提意见。是你们的热情与鞭策共同推动了绝区零的成长，衷心感谢每一位神将的支持与陪伴。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与活动，并持续打磨优化绝区零的各个方面，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和一个更精彩的新爱丽都。再次祝愿每一位神将，无论在游戏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能收获更多惊喜与快乐。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1月22日，绝区零 1.5 版本《闪耀的此刻》即将上线，这样充满危机又璀璨盛大的演唱会，等待着你的见证。我们不见不散，拜拜。Hey, Proxy, it's Astra here. My concert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You're gonna be there, right? Hope to see you on January 22nd. Let's have an astronomical moment together. Oh, and don't forget to follow my account, okay?